天生有恋爱脑，累劫轮回的婚姻都出了问题，就没碰着一个好人。无论他怎么找，是他主动找的还是被动找的，没有好的时候，这相当于一种诅咒。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那就是说他出生的第一世是一棵树但这棵树呢，它长在哪儿呢？是人间界和天界的一个夹缝空间。我们有很多成熟的位面但是也有很多夹缝空间夹缝空间的里面也会有众生，会遵守夹缝空间的这个空间法则。这个空间属于是什么？是承载了人间界和天界所有淫欲的地方。所以这个界的生命我跟你说，就是那种蛇形，上身是人身，下身是蛇形，在一起了之后就各种各样的交配所以整个空间都充满了邪淫。那你这个邪淫有的时候产生的时候也会产生爱情，但是绝对不会是好的爱情产生在这个。所以这个空间对一个众生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好的突然有一天，从天空上掉下了一叶道经，这叶道经到底是谁扔下来的，或者是怎么掉的，不知道。这影像上并没有给我看到，但是这个道经直接掉在了这棵树上，这棵树从此就不再一样，就有了这个幻化，变成了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呢，就非常反感这个地方，她就坐在其他的树上，因为她需要离着高点，她不喜欢跟那些东西在一起。他就一直天天在祈求这个有神仙过来的时候能帮他脱离这个地方，祈求了很久很久。突然有一天，玉皇大帝来。玉皇大帝是不是专门来这个位面呢？不是，只是临时过这个位面过这个位面了之后呢，他听到了这小女孩这个呼唤，他就说谁呀？怎么这个位面还有人呼唤呀？他就一打眼看了一下，怎么底下还有这么一小女孩？他就觉得挺奇怪，所以玉皇大帝呢就真的来到了这个位面。这小女孩看到玉皇大帝，她不知道这是谁，她就说：“你好，神仙爷爷，请你一定要把我带离到这个空间，我求求你了。”她也不怎么会说话，也不会表达，但是眼睛的那种恳求，玉帝真的是感动他觉得不行就给他带离吧。所以的话，是真的就把他从这个空间带离了。带离了之后呢，那玉帝也不能天天管一小女孩对吧？那也不能收成干女孩。在无量劫中，玉帝从各个位面带回来的生物多了去了，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所以呢，给他扔到了桃花源。你们想对了就是孙悟空吃蟠桃的桃花源，去做了一个桃花仙，看管桃花源。从此呢，他也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之后，在努力的修行下确实天赋也不错。不要小看那一叶道经所代表的这个力量是非常非常恐怖的。通过这种东西，没想到小女孩顺利的升级到了桃花组，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花神上面是花组，能成为组就代表的是某一种法则的最上面。桃花这个本源已经粘在他身上了。然后有一天这个地方进了一个凡人，完蛋，肯定是一个男的。要我这长相了，估计人家就不跟着了走了，肯定是比我长得帅多了一看文质彬彬翩翩公子，看对眼了，一来二去产生感情。如果是花神中是桃花神的话，极容易产生恋爱脑。而且这个女的本身她之前就是在那个有问题的空间待过，所以她产生的这种感情很容易带着这个空间的业力。她自己没有任何错误，只是出生错了，所以的话她就要承担这些东西。她认为她找到了爱情，坚持要跟这男的走。那相应的大家就劝吧，你不要这样你已经晋升成花组了，你未来是无限的。不管这些花组之位不要了，这不是说我辞职了就完了。你既然已经有花组了，是要剔除仙骨的，那他也认老娘不要了，要去追求自己的爱情。最后结果呢很惨，在累劫轮回中到了人间就没有再上去过一世一世的轮回就没有遇到过真爱。但是每一次他都认为遇到真爱。
所以呢，他的因果业力是真的有点不太好。大家在了解轮回了之后啊，你就可以清晰的知道，比如说我们到底哪出了问题。你今生的所有的问题，绝大多数都是轮回的问题。低维无解，你得到高维上去找啊，高维上就能找到问题。有的时候，我们的不幸是来自于我们轮回中的一些因果业力。你只有把那个空间加在他身上的因果业力全部给抵消掉，他才有可能重获新生，不然的话，这件事情根本不可能啊，所以很费劲，因为你解决的不是一两次因果的事情了，而是在解决的是本源问题，就他出生第一世粘在他身上的这个因果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啊。多听咱们的轮回故事，让你可以有更多的层面去理解你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很多事情你解释不清楚，不见得是你错的，有可能是错的是天地，但是你要成为整个错误的接受者，这个的确不是一个很舒服的事情。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行啊。喜欢听咱们轮回故事集的，一定要点赞、追番啊、收藏、分享。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评论区提问，我到时候一定是知无不言回答大家。